各位网友大家好，好久不见，很久没做节目了。今天是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天，那就今天就做一期有关奥运会的节目。今天的标题是东京奥运会的3位中国奥运冠军彰显的中国精神，令人赞叹。央视体育部的那帮软蛋怂货投降派令人鄙视。你们有种以后就别用人民币啊，人民币的头像就是毛泽东。8月1号，中国运动员陈雨菲夺得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冠军。当天，她用了自己在赛前去韶山毛主席铜像前的一张留影，表达了她对人民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敬仰。8月2号，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金牌得主中天使和鲍山菊，双双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登上了颁奖台，引发了全中国网民的热烈赞扬。年轻运动员以毛主席像章作为自己的微博头像，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登上奥运会领奖台，表达了他们热爱毛主席，表明了他们是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源泉。另外，中国赛艇队女子4人双桨运动员5年前就在里约奥运会上佩戴着毛主席像章了，并且还有不少运动员、教练员也在奥运会上佩戴着毛主席像章。这就是时代大潮，人心所向。我要向那些奥运会冠军和其他的运动员、教练员点赞，向他们致敬。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自发地敬仰毛主席，践行毛泽东思想，这就是民心所向，是时代的最强音。戴上毛主席像章是神圣的事，是光荣的事，是我们精神的力量源泉，是信仰的象征。1952年6月10号，毛泽东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这一题词是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所做的，是中国体育事业的核心理念。中国的大量体育场馆都尽刻着这一光辉思想。正是毛主席倡导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才让体育成为全民运动，并彻底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众所周知，毛主席还是我国著名的体育理论家，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就写过《论体育之研究》，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就是他老人家的名言。毛主席还是一位游泳健将，涉大川如履平地啊！读史书时见到民间落水，他经常在史书上批注要学游泳。他在游泳池与赫鲁晓夫会谈，73岁横渡长江，不管风吹大，胜似闲庭信步。1956年11月15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对于人来说是最宝贵的，它是一种思想的信仰，是一种品格的修养，是一种道德的理念，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气概情怀，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传承。伟大的精神成就伟大的业绩。一个人有了精神之后，才会有追求。竞技体育就是不断努力，超越对手，超越自我，超越人类极限的过程。精神的力量来自于信仰，崇高的信仰是人们前进与创造的无穷动力。毛泽东思想恰恰就是当代最科学、最先进的思想，是当今最崇高的信仰。实践证明，只要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无往而不胜。很多中国年轻的运动员都热爱毛主席，信仰毛泽东思想。多年以来，很多普通的中国人早就已经把毛主席作为自己的精神图腾，把毛主席当作神一样来供奉，希望毛主席在天之灵能够保佑自己，并给自己带来好运。这些都是民众自发的，没有任何官方的政治宣传和引导。毛主席在我们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就是神，就是偶像，就是亲人，是最敬爱的人。在农村老百姓的家里，中堂上挂的就是毛主席画像，开车的司机挡风玻璃上挂的毛主席平安符。很多学生在考试前、运动员出征前都要去拜谒一下毛主席雕像等等，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这说明我们年轻的运动员更自信、更乐观、更英雄主义，更敢于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更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热爱就是热爱，光明磊落，从不遮遮掩掩，这就是中国气派、中国自信、中国风貌、中国精神的主动体现。它是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的象征，
挺起了中国人的脊梁。比如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乒乓球冠军孔令辉夺冠的时候，就是佩戴着毛主席的象征。又比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著名的羽毛球名将林丹在他的球衣国徽上方就佩戴了一枚毛主席象征，希望毛主席的在天之灵能够给他带来好运。他又说，孔令辉当年就是这么做的，他也是深受孔令辉的启发。之后林丹就一路顺风顺水地夺取了奥运冠军。据传，中国羽毛球队在奥运会前去韶山拜毛主席铜像，它是一个悠久的传统，都要去学习毛泽东思想，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充电。而被我们熟知的乒乓球龙队长马龙，在08年北京奥运会夺冠之后就说，毛主席象征保佑我夺冠。另外还有赫赫有名的龙兴之父胡惟武，就爱带着毛主席象征，他不仅是说，而是用切身行动完成了毛主席的愿望。他竭尽所能，为我国的芯片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用过人的天赋制造出了龙芯，用超凡的能力和毅力坚守着使命，用质朴的方式捍卫着对毛主席的信仰。从黑发到白发，闪耀的毛主席象征始终佩戴在他的胸口。从创建龙芯到龙芯有辉煌的今日，他始终坚持着毛泽东思想。在颁奖之后，国际奥委会竟然要求中国奥委会针对这件事件提供解释报告。之后，国内央视播出了宣传报道的照片中，两位奥运会冠军佩戴了毛主席象征不见了，竟然被央视 P 掉了。又据传，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保证，拍胸脯保证，今后颁奖不会再有中国运动员佩戴毛主席象征了。那些软蛋怂货汉奸的卖国贼行为真的让人鄙视。还是那句话，只要是敌人反对的，就说明我们做对了。毛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开国领袖，是旗帜。有人玷污我们的开国领袖，想砍我们的旗帜，我们坚决不能答应，要坚决斗争到底。这关乎到我们的信仰，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的方向。这也说明国内外反动派对毛泽东这个名字这个形象是多么的害怕。国际奥委会还没怎么着呢，央视里的那帮怂货软蛋铜墙派就跪了，在宣传的照片上 P 掉了毛主席的象征。既然你们那么憎恨和害怕毛主席，那你们有种以后就别用人民币人民币的头像就是毛泽东。你们那帮汉奸卖国贼的软蛋有这个勇气吗？真的让人鄙视。那帮汉奸卖国贼们竭尽所能的反毛污毛，妖魔化自己的开国领袖，在一切场合淡化毛主席，以为向西方跪下了并俯首称臣来迎合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那帮昂萨人就会看得起你吗？恰恰相反，那帮昂萨人崇尚的是实力和暴力，他们尊重有实力并且有勇气战斗到底的对手，比如抗美援朝。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现在国内那种汉奸卖国贼的软骨头投降派，比如日本、前苏联、乌克兰、阿富汗县政府等悲惨的结局都是前车之鉴，包括2万阿富汗县政府的人员被美帝冷酷残忍地抛弃了，等待他们的将是很悲惨的结局。同样道理，如果美国人对他们的开国领袖比如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妖魔化、污名化，你们会看得起美国人吗？如果让央视和奥运会里的那帮软蛋投降派汉奸卖国贼们上台当权了，那中国肯定就完蛋了，到时候连现在的乌克兰都不如。中国又会回到解放前的那种人吃人的社会，中国人将会永远被西方奴役，中国人民将会永世不得翻身，值得我们警惕啊！面对国际奥委会官员的无耻要求，打压中国运动员，侮辱毛主席的无理举动，中国的官方和官媒理应据理力争，坚决反击。然而，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作为中国的最大官媒之一的央视，居然在播放体育频道赛事的时候抹掉了2位奥运会冠军胸前的毛主席象征。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做法，真的令人鄙视。亿万中国人民坚决不答应，我们强烈要求追责相关央视体育频道的有关人士。在今天的中国，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和图腾了，是他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出近代100年的屈辱史，
从一个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就是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而佩戴毛主席象征，正是中国无数运动健儿夺取胜利的精神法宝。我们绝不允许有人搞历史虚无主义，污名化毛泽东，丢掉毛泽东思想。近些年以来，极少数的地方政府部门屡屡挑战人民群众的底线，在一些宣传画和宣传材料中故意抹掉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引发起人民群众极大的不满，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追责，这非常不正常。我国的英烈保护法首先就是应该保护毛主席。国内外所有蠢蠢欲动的反毛势力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我们强烈要求从今往后，对于那些抹黑侮辱毛主席的团体和个人，都应该启用英烈保护法予以追究法律责任，绝不允许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肆意妄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而毛主席就是带领人民打江山的战神，守江山的保护神。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就能把国内外的敌人吓得屁滚尿流。作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伟大导师和代言人，毛泽东思想可以唤醒所有全世界的被压迫的人民，这足以让无数资本家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普通人民的觉醒，可人民是不可能被永远压迫的，他们终将会觉醒。毛泽东思想让那些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吓得瑟瑟发抖，也许他们会回忆起60、70年代在东京、在巴黎、在芝加哥的进步青年们都佩戴着毛主席的像章，在各个城市街道里筑街垒、打游击的画面了。凡是心里有鬼的人都怕他，因为他是太阳。毛主席像章可以扫除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这不是一枚简单的像章，这是可以让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反动派感到肝胆俱裂的来自人民的信仰。这充分说明内外反动势力的反毛、反社会主义的险恶用心。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45年了，内外反动势力为什么还会害怕他呢？说穿了，就是害怕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反剥削、反压迫人民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是横在剥削阶级反动势力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的敌人依旧不敢轻易说他的名字，他们害怕极了。他们害怕每当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一次，人民群众心中的火焰就要腾起一次，也证明了一切妖魔鬼怪最怕年轻人的觉醒。毛主席就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克星，谁拥护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就必然害怕毛泽东思想；谁拥护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就必然拥护毛泽东思想。我这里要引用一段毛主席的语录：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向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限了；如若敌人起见的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限，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在我们国家，热爱毛主席的人不计其数。每年毛主席的诞辰和忌日，湖南韶山冲毛泽东铜像广场举子洲头人山人海，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各种年代无数人的喜爱、敬爱、崇拜，这就是人心所向。有人放屁说，按照奥林匹克宪章50条规定，不能在奥运会上搞政治化、宗教化。那什么是政治化？谁来定义政治化？欧美的运动员在身上纹个偶像，是不是政治化？当年马拉多纳腿上纹着卡斯特罗，奥运会是不是不让马拉多纳踢球了呢？甚至美国的前拳王泰森，他的手臂上也纹着毛泽东的头像。那么怎么说呢？今年参加奥运会的美国男篮巨星杜兰特身上纹着圣经第一卷2到4节的经文。众所周知，宗教信仰就是政治，基督教信仰更是和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文化完全相悖。是不是要把杜兰特逐出奥运会呢？那个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还规定了不能在奥运会上进行任何宗教宣传。那么欧美一大堆比赛前胸口画十字，甚至直接佩戴十字架一炷香的，国际奥委会怎么不说呢？上述那些运动员的个人喜好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的非议，
更没有包括奥运会在内的任何国际体育机构要求马拉多纳或者泰森等纹身运动员所在的国家奥委会做出任何的书面解释。可见这次国际奥委会针对2名中国运动员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事情，要求中国奥委会做出书面解释，完完全全是蛮横无理的干预中国内政和干预中国运动员的公民权利，是赤裸裸的双标。最让人痛恨的就是国内的软蛋怂货投降派的汉奸卖国言论，包括央视和中国奥委会里面的某些人，他们对国外反华势力奴颜卑膝、软蛋怂货的投降派态度，就是国际奥委会敢于野蛮干预中国运动员的个人喜好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这些软蛋投降派天真幼稚的像白痴一样，你不搞政治化，不搞意识形态，我们的敌人就会不搞政治化，不搞意识形态了吗？自从邓小平1978年上台之后，就放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主动投降美帝，停止了输出革命，甘做美帝的附庸，企图换来梦想中的幸福生活。可是我们的敌人可从来没有放松过一天，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无论你带不带毛主席像章，就算你跪下了，昂萨人还是要把我们搞死。比如90年代3大国耻，93年的营口号事件，96年的台海危机，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炸，2001年南海撞击事件就是血的教训。还有前苏联被西方忽悠解体之后普通的俄罗斯人民的悲惨下场，也就是前车之鉴。老毛子到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这里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民国。民国35年，公元1946年，湖南衡阳的真实情况。国粉们不会告诉你真实的民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毛主席要反对的就是解放前那种吃人血的无良资本，就是要推翻解放前那种人吃人的社会。但是人民群众越是怀念他，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就越是反对他。无良资本操控舆论，在所有的经济领域无序的扩张搞垄断，可资本操控不了民心。无良资本一开始粗暴地阻拦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粗暴行为让他们的丑陋嘴脸暴露得一干二净。后来他们又学会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用阴险下流的方式偷偷地篡改毛泽东思想，不让人民群众学习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又将人民群众思念毛主席的根本原因单纯地转移到对伟人的怀念和感恩，却丝毫不提如今资本的猖狂和贪婪造成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巨大，才是让人民群众重新拿起了《资本论》和毛选的最直接的原因。那些无良资本耍再多的小聪明又能怎么样呢？最终还是自己给自己制造了无数的掘墓人。历史的趋势如滚滚洪流，无法阻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为人民群众办好事，真心实意的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才会拥护你。为什么毛主席逝世后还有那么多人怀念他，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毛泽东热呢？归根到底就是2个原因：一是他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给人民办了太多的好事儿；二是因为现在的社会不公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官僚主义严重，人民群众深刻地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所以自发地重新捡起了毛泽东思想。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青年一代没有忘记毛主席，也不会忘记毛主席。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新认识和学习毛主席，就连奥运冠军也是如此。虽然各自的动机不同，认识的深刻程度不同，但只要青年不忘毛主席，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在资本的对立面，争取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身上有太多的品质需要年轻人学习了。毛主席的拼搏、坚韧、永不言败、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等优秀品质，都是新一代青年们需要学习的。中国精神就是毛泽东精神。自宋代以来，上千年的中国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的中国人，永远都是屈辱挨打的中国人，永远都是猥琐不堪的中国人，永远都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只有毛主席把数亿中国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了一个人，把中国人变成了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富有牺牲精神的人，包括中国的敌人都感到尊重的人。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拯救了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人民领袖，
在他亲自缔造的党和国家里边，却被定义为比其他所有领导人都矮3分的人，是所有领导人中唯一被3七开的人。其他的领导人难道没有一丝一毫错误吗？那为什么没有其他领导人被3七开呢？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无所不用其极的遏制、打压、造谣、污蔑、栽赃、甩锅中国。从2018年川普上台后，就开始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金融战、生化战，最近还要勾结走狗们向中国发起天价的索赔，甚至打算发动战争，明目张胆地扶持台独伪政府，竭尽全力地阻碍中国完成祖国统一，遏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他们的险恶目的永远不可能得逞，因为现在中国的运动员觉醒了，中国的青年觉醒了，他们在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关键时刻，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仍然是毛泽东的中国。2位中国姑娘佩戴毛主席像章，登上奥运会冠军领奖台，就是当今青年觉醒的重要标志。中国的青年人再次成为了革命的先锋、历史的先锋、时代的先锋。感谢2位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中国奥运冠军。看到他们佩戴毛主席像章走上奥运冠军领奖台的2位中国姑娘，所有的视频网站满屏的毛主席万岁。在地铁等所有的公共场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阅读毛选。这就是中国的希望，这就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青年们正在再次托起人类的太阳。中国拥有如此最优秀的青年，就一定会拥有最辉煌的明天。最后，我再次向奥运冠军钟天使、鲍山菊和陈雨菲致敬。本集讲完了，希望老铁们订阅、留言、转发，谢谢大家。